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在我们上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当中，总是会有着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思想观念，而对于有很多兄弟姐妹的人来说，都会把彼此当作是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，同样也会把兄弟姐妹的子女当作是自己亲生的。可58岁的梁先生却说，其实没必要对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太好，他们只是亲戚而已。为什么梁先生会这样说呢？下面就来听听梁先生家里的故事。梁先生自述，我今年58岁，妻子54岁，我们是做五金生意的，经济条件还不错，早早就在城里买了2套房子和1套店面。可是我们有钱有条件，生活却过得不如意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和妻子生育一对双胞胎女儿，那时候查出是双胞胎，可把我高兴坏了。但高兴没多久，就让我乐极生悲。妻子怀胎8个多月，就因为一些情况被迫早产，孩子是顺利出生了，但妻子却在手术台上遭大罪，丧失了生育能力。而孩子出生后没多久，个重病症突发，花了很多钱，可最后孩子只来了几个月，却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面对这样的悲剧，我和妻子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入绝望和伤心之中。直到大哥家的2儿子的出现，我们夫妻俩才慢慢看开了。当年我们的双胞胎女儿夭折后，父母就把大哥家3岁的小儿子送到我们身边带养。其实这里面也是有一些情况的，父母一是想让我们夫妻俩能走出丧女之痛，二是想让大哥减轻负担。那时候以农田为生的大哥，每个月收入微薄，而又生了3个孩子，这时压力很大。小侄子到来后，我和妻子一直把他当作自己儿子对待，在父母口头也允诺可以把小侄子过继到我们名下，做我们的孩子。只是大哥一直不同意，这件事就作罢了。不过我们还是对孩子很好的，几乎要啥都给他啥。相比在农村的2个大一点的侄子侄女，这个小侄子跟着我们，可真的过得十分幸福。我们给小侄子上最好的幼儿园，带他全国到处旅行，衣服鞋子年年新，几乎每天都把他当宝贝一样宠，养得白白胖胖的。那时候带出门去，别人都觉得是我的儿子一样，个个夸我生了这么好看的娃。时间久了，我们夫妻俩也渐渐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对小侄子好一点，当作亲儿子一样养着，甚至也想过等侄子长大了，就把生意交给他打理，这样等我们夫妻俩老了，也能有个人来孝顺我们。当时小侄子还小的时候，也经常对我们说，长大了会如何孝顺我们，这可把我们夫妻十分逗乐。虽然只是个小屁孩说的话，但心里却会很开心。可是我们是这么想的，未来的变化却与我们的期望背道而驰。小侄子上1年级的时候就被大哥接回老家读书了，说是农村户口回老家读书会更好，但真正原因我也略知一二。其实大哥就怕我拐走了小侄子，以后就成了我孩子了。不过我们也没有去争抢，毕竟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，但是我们也依旧没有停止对小侄子的宠爱，每个月都会回去看望他1、2次，带着很多零食、学习用品、衣服等等，节假日也会把他接过来同住几天。小侄子高考时成绩很一般，读不了什么好大学，大哥就想让他去出门打工，而小侄子却还想去读大学。于是我们夫妻俩知道了，就出钱出力把小侄子送去了专科大学读书，那3年的学费生活费也是我们出的。而且小侄子大学毕业后，我们夫妻俩也把他送去了一家合作企业工作，虽然比不上公务员，但每个月也有5000多的工资，相比很多大学刚出来的大学生，他的工作也算是蛮不错的。
我们以为这样帮助小侄子，他会更懂事，更加对我们好。谁知人一出社会，真的会变坏。小侄子长大后，性格脾气大变样，没有小时候那种乖巧伶俐。我们多关心他几句，他就会嫌烦，给他找个那么好的工作，他也十分嫌弃，说很累，工资没有他同学那么高，甚至还有点责怪我们不给他找更好的工作。每个月5000多的工资，他从来不会省着用，工资一发交给我大哥1000元，其他就被他挥霍一空。我很记得的，他第1个月就给自己换了个6000多的苹果手机，然后没钱生活了，也不敢跟家里人要，就跑过来跟我们借钱，说是借，但到现在为止，他也没有还过。其实小侄子要多少钱，我们也会给，毕竟我们把他当自己孩子一样了，而且我们夫妻俩也不差钱。但是越是对小侄子好，他却越不知道感恩。我们辛辛苦苦给他求来的工作，他做了1年多就辞职不干了，说是想创业做老板，要我们赞助10多万开店。年轻人创业我们是支持的，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，但是张口就要10多万，我和妻子就觉得不妥，叫侄子从小规模做起，于是就打了5万元给他创业。谁知道开了个小店铺，不到3个月就黄了，还亏了点钱。本来黄了就黄了，我们也没有为此有啥不满，也没要回过那借出去的钱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大哥却跑过来说我怂恿侄子开店，害他辞了这么好的工作，又害他创业亏了钱。而小侄子的态度也这样，觉得是我们给的钱不够，还有没有好好帮他经营，所以才导致创业失败的。为此，我们夫妻俩又拉下老脸，托了好多人，帮侄子找了份还可以的工作，这件事才得以平息。那时候，很多人都劝我帮得太过了，容易养出个白眼狼。但我也不知着了什么迷，一直觉得侄子不会变成这样的人。谁知道前年一个中秋节，我叫小侄子来家里陪我们过节，同时我们觉得他已经到了适婚年龄，就想给他说说婚事，还有未来的一些规划。但是小侄子却很反感，叫我们不要那么操心。当晚，我就无意听到侄子和大哥通电话，在电话中侄子这样抱怨道：“老爸，你能不能跟叔叔说一下呀？叫他们别老管着我。每次来他们家，我已经很给他们面子，结果来了还一个劲地说我，烦都烦死了。”而我大哥的回复更是让我吃惊：“你也真是的，你叔叔没孩子，把你当儿子一样，你就好好的顺着他们，等他们一高兴，就会把店铺生意交给你，而且2套房子还会分你1套的，这多好啊，傻孩子。”听到大哥和侄子的对话，让我的心凉了半截，感觉我们的真心最终还是错付了。宠爱了这么多年的小侄子，最终真成了别人口中的白眼狼。经历了这么一遭，我和妻子也放弃了对侄子的一切期望。以前觉得把孩子养熟了，能让他替代子女孝敬我们，即使得不到他叫我们一声爹妈，但如果能像子女一样有一份孝心，我们也就知足了。可是现在到头来，却发现我们付出的所有宠爱和帮助，在小侄子和大哥心里只是一种无偿的奉献，而他们表面的亲近也只是另有所图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没必要对兄弟姐妹家的孩子太好，因为他们只是亲戚而已。现在的社会人情薄如纸，亲情亦是如此，有很多子女对待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会无情，而对于这些旁系亲属也就更别奢望了。其实梁先生打着对侄子好，就想让侄子替代子女孝敬自己的想法，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行为，换句话说，也是一种道德绑架。虽然说这种做法很愚蠢，但却很多人在用，而最后结果都是得不偿失，事与愿违的。因为在这世界上，我们身边除了老伴、子女、
父母以外，身边的兄弟姐妹再好再亲，他们一旦分开，成立了家庭，也就成了我们所谓的亲戚。而亲戚的意思就是隔着一道门或一个家的关系，永远无法做到两家人一家亲。所以，我们和亲戚之间的来往时，别走得太近，也别给的太多，保持着一种亲戚关系。逢年过节能凑在一起吃饭，平时能称呼你一声亲戚就好。那些想把亲戚当至亲的过分想法，还是算了吧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